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黔东南的黎平县呢，这里也是一个侗寨。大家看到我这里哈，有一个小池塘，旁边这些房屋是什么呢？大家想象不出来，都是属于粮仓啊。那这个村有很多粮仓，粮仓在水面上的粮仓，大家见过没有？那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啊。我们今天既看粮仓，还能看到一些其他东西，就是有一个泉水呀。看到这个建筑没有？中日友好鼓楼。我们经常说在寺庙或者道观能看到鼓楼，但是侗寨的鼓楼是这个样子的。一般在侗寨的村头或者村尾都有鼓楼，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些风俗、一些习俗。天然的山泉水呀，看看，他们打水就是这样打的。我们农村就是这样打水的，有些是井水，有些是山泉水，跟自来水不一样啊。但是这个水啊，我感觉比自来水还好，因为天然的山泉水啊有很多矿物质，那么自来水呢，都是经过处理的漂白呀，或加其他的，这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粮仓，也叫做河仓，就是说侗寨啊，在村头或村尾设置这个，那就储存粮食的，有几个作用，一个是防潮，还有防火。为什么？它下面就是水，那木头放在上面的话就隔掉了，如果起火的话，基本上很难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防潮，因为直接放在地面上的话就很潮湿，有虫子，然后放在这样半空中呢，就是防虫防蛀。所以说这个他们的智慧还是很好的。眼前这一块特别多那个我们说的粮仓，在当地叫河仓，看到没有？非常多啊。那么我们近距离看一下，基本上这里的话一路都是啊。还有一点，侗族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棺材放在这个粮仓的下面，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习俗，因为旁边呢有一个地门侗寨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不知道他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，还是一脉相承。看到没有？这些全是属于粮仓啊。那这里肯定不是一家的，是整个村子的都建在这里，有大有小，然后里面呢有些是有窗户，有些是没有，而且你看窗户有些不一样，有些就是我们老式的窗户，有些还是门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说法。但是呢，这个村确实是非常奇特，我们在其他地方没看到吧？粮食一般我们说都是存放在自己家里，然后这里呢存在外面单独的粮仓，并且下面还放了很多棺材，与众不同啊。当然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习俗风俗，这个肯定的。然后这里一直都是全部属于粮仓，我都数不清楚了。我们经常说的天生桥，那这里算不算天生桥呢？两棵树，这里也可以说是鸳鸯树，然后有好多小孩一样的，你看都连接起来了，这个是不是夫妻一体的感觉？旁边的小的可能就是他们的小孩啊。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村最神秘的地方，这里是泉水，红豆山泉。为什么说神奇呢？因为整个村落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帅哥美女特别多。那么当地的老人都会说啊，因为我们这里有红豆山泉，有这个泉水，他们从小是喝着这个泉水长大的，所以说他们才说女孩子年轻貌美，帅哥多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在很早以前，有一个日本人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地方，因为他听说这个泉水啊很好，所以呢就来到这里，然后一尝，说这个泉水非常不错，然后就打了一大桶泉水带回日本，并且呢说这个泉水啊，如果在日本的话，能够产生很多财富，就是说可以高价卖这个水。但是当地的老人就说啊，那不可能的，你们日本没有，这里只有我们有，也就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故而呢，这个红豆山泉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等一下，我们也来尝一下这个泉水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喝。但是呢，其实有一点呢，在全国，反正在大山里面都有泉水，山泉水很多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大自然的魅力。我们在老家农村呢，很多地方这种大山村里面是没有自来水的，就算装了自来水，其实也是这个山泉水引流下来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基本上是喝着山泉水长大的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红豆山泉？因为这个泉水上面刚好有几棵树，那这些树叫什么呢？就叫红豆杉树，所以才有红豆山泉。因为
这个泉水刚好是从树底下我们说的流出来的。让湖北小姐姐来体验一下这个红豆山泉。我们说的喝这个泉水能够让女孩子貌美如花，这个是不是真的如此？真凉快，这个水是不是很冰啊？对。你可以喝一点点。有没有什么味道？没有城市的那种自来水有那种消毒水的味道，这个还挺，就是像那种矿物质的味道吧。叔，你是当地人不？是啊。对，我们来这里玩看一下这个泉水。我是江西的。江西的。对，你们在这边一直在这里生活是吧？是啊。这个也是侗寨吧？是侗寨嘛。你们平时喝这个水吧？平时喝这个水。我听说这个泉水有什么说法，是不是？听以前说这个年轻小伙子喝了更帅，女孩子喝了更漂亮，是有这种说法吗？是啊。这个泉水有多少年了？哎呀，从开始老祖宗到这里来就有了。这个寨子有多少年？那1000多年了。有1000多年。这个侗寨跟前面那个地门侗寨是不是以前都是老祖宗一起来的，还是后面分开了？是一起来的。是我们老祖宗的，听他们老人讲的话，江西吉安那里来这里。我也是江西的，不过呢，我离吉安是大概2个小时，那也算是我们祖上也是老乡，我们现在也是老乡了。是老乡。那为什么会搬到这个地方来？那以前我也不知道了。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挺山的哦。人多来，可能到这里来种地、种田、种地。对，因为这些地方那个时候可能地比较多，没有开发，江西人多了，可能就开发完了。是。可能是这样的。哎，我还听说以前有日本人来这里弄过水，是吧？是啊，日本人还建了一个鼓楼。什么时候来的日本人呢？90几年。90年代，后面还有没有来过？后面没来了。没来了。他当时是怎么知道有这个泉水呢？到这里，他到这里搞个鼓楼，就知道这里有。就是先来搞鼓楼，后面来看到这个。你当时见过那个日本人吧？来嘛。来了，他来了多久啊？来了2、3个月啊。一直在弄那个鼓楼。他投资来搞的啊，怪不得。我是说看到那里写了一个钟楼鼓楼。我刚才喝了一点这个水啊，有点那个味道，那个味道是属于什么东西啊？那我也不知道，还是有味道。是有味道吧？因为我也感觉是有点跟我们平时喝的那个纯净水不一样啊。您现在刚刚干活是吧？是干活的。这边主要是种了什么？是田。小孩都出去了吧？小孩子都是去读书的。纯净水和矿泉水大家很多人都喝过，但是这种纯天然的山泉水有多少人喝过呢？其实如果大家来到农村的话，到处都能看到山泉水，而且非常好喝。包括现在很多农村的装的自来水啊，其实还是从山上引下来的，也就是相当于还是山泉水。那山泉水有好多种，有些山泉水呢冰凉刺骨，有些山泉水还像温泉一样的有温度的。不过大部分的山泉水呢，相当于是我们普通的河流水一样的温度。所以说大家如果想体验一下山泉水的话，可以去农村多走一走。